首先，金字塔并没有包含任何陵墓的特征元素，比如说奢华的文物、华丽的壁画、封闭的入口、精美的棺材等等，甚至连最核心的元素木乃伊都没有。我想，即使是那时候的文明再怎么落后，也不至于花费如此庞大的精力去造这么一个毫无用处的东西。何况那时人类自身的生存都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拿现在来说，也没有哪个国家会造个华而不实的东西吧。那么金字塔有没有可能拥有一个更加实用的目的呢？首先，我们都要了解，为了建造这些奇迹般的纪念建筑，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才能完成。当然，这个前提是那时的人们拥有这样的建筑技术。仅在埃及就有不少于118座这样的金字塔建筑，这还不包括世界各地其他类似的结构。考虑到我们目前对早期文明如何建造纪念碑的理解，理想情况下，建造一个这些所谓的陵墓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而且还需要有至少2万名工人每天工作的情况下。当然，直到今天，人类仍然无法准确证明金字塔是如何建造的，也无法确定具体的建造时间，这让我们不禁要怀疑，究竟有哪个墓地的意义如此重大，值得付出如此巨大的工程、时间和精确的工程设计呢？即使不考虑金字塔本身与普通陵墓截然不同的特点，单单站在金字塔前就可以意识到，为了一具尸体付出如此庞大的劳动量，实在是有点过分了。根据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我们潜意识地认为古代文明肯定比我们更为原始，但是我们就能确定智力的进化一定是线性的吗？先进的技术是否会失落，并在几个世纪后重新被发现？有很多人认为金字塔其实就是无线的能量传输装置，简单的说，类似我们现在的一座发电厂。那么古代文明是否可能掌握并使用了电力呢？为了确定这个猜想，让我们看看另一个发电技术似乎已被使用然后被遗忘的案例。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爱迪生和特拉斯将电力普及到人类的文明之中，把一个陶瓷罐、一根铜管和一根铁棒放在一起，再加入液体酸，就能产生化学反应，产生电荷。这就是巴格达电池，也称帕提亚电池。这些材料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也就是说，2000年前的人类就有了使用电力的想法和制造电池的技术。在1934年，他们被考古学家发现。之后的10年里，人们尝试使用这种古老的电池制造技术。虽然这种电池的功率很小，却足以证明我们可能低估了古代文明的技术水平。如今，我们可以在网上搜索使用这些化学原理，并创建自己的电池的方法。有人使用类似的材料和葡萄汁，成功地产生了几伏特的电力。这个方法后来在神话破解中得到了证明。柠檬汁激活了铜和铁之间的电化学反应，产生了4伏特的电力。但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数千年前没有这种技术的知识。这个考古发现只是个巧合，但基本上能源的产生是由于简单的化学特性，任何人都可以使用4种基本材料来实现。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金字塔的结构和材料。首先，金字塔包含有斜向的通道，这些通道不仅通向金字塔内部，还通向地下深处的区域。这些区域据说一直未被探索。那么，为什么需要一个指向地下的通道呢？我们还知道，几个世纪前，金字塔上有巨大的旋转门，重量不少于20吨，但却可以轻松推动进入。由于没有发现任何埃及墓葬是故意设计可进入的，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继续拜访木乃伊，还是这样的门有可能用来包含和隔离内部空间的作用呢？而且，很多人并不知道，吉萨金字塔曾被白色抛光的石灰石覆盖着，被称为宝石。这些坚硬而又美丽的石头被太阳晒得发光，使金字塔在当时闪耀着白色的光芒。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些石头中有些是高度电气化的，可以产生电荷。这些石头在1303年发生的大地震中几乎被破坏掉，然后被当地居民用来建造新的建筑或农田墙壁。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白色石灰石的电学特性。石灰石的主要成分是钙碳酸盐，这是一种绝缘体。然而，在白色石灰石中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成分，如硅酸盐和氟化物。这些成分具有半导体的特性，在一些极为罕见的例子中，这些特殊的石头甚至可以导电，而且还会使结构内部具有完美的绝缘效果。考虑到金字塔内部的一些其他元素，
例如是个相对的通道，据称是气流通道。历史学家们一直在猜测这些通道的作用，因为它们并不是用作埋葬通道或者进入金字塔的唯一途径。但是如果将金字塔视为电力工厂，这些通道的作用可能就是用于冷却或加热系统，这样的设备可以产生电力，同时还可以为周围的社区提供温度调节。而今天唯一留下的部分就只有金字塔的内核了。这座建筑所反射的极高亮度的图像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同样的，人们也好奇这座建筑为什么需要保温，是因为他们希望引起人们对于死者的关注，还是为了保持木乃伊的温度呢？又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此外，在金字塔内部表面使用了白云石，白云石被认为可以增加导电率，直接和受到的压力量相关联，高压会产生更多的电流。接下来，在金字塔的通道和地下隧道的内衬是花岗岩，它略带放射性。花岗岩含有高量的带金属的石英晶体，众所周知，它是一个压电体。压电现象是由于石英晶体受到压力或应力而产生的。这种现象也被用于制造各种设备，如喇叭、微动开关和振荡器。就比如常见的机械手表，通过晃动就可以给它充电。而这种花岗岩实际上会电离金字塔内部的空气，从而产生化学反应，进一步增加了电的导电性。当这些电子通过金属线跳过岩石的一些区域时，就可以产生相当大的电流。这就引起了人们的疑问：这些金字塔真的是用来发电的吗？另一个用于建造金字塔的重要材料是神秘的砂浆，用于固定巨石。砂浆已被多次分析，但现在技术仍无法完全重现这种来源于沉积物的石膏。这种砂浆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令人惊讶的是，它甚至比石头本身还坚固。这些材料让这些纪念碑经过数千年也保持完好无损。但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有能承受如此高压材料的技术呢？石灰岩、白云石、花岗岩这些材料的使用，让我们更加相信金字塔的作用和电或者类似的能量有着一定的关系。大金字塔的西北方有个糖浆神殿，那里有20个巨大的花岗岩箱子，每个重达100吨。传统的埃及学者都说这些是棺材，然而这里的花岗岩是从50英里之外运来的，每个箱子又如此之大，如此之重，根本就无法通过现有的隧道和入口。很显然，它们是以某种精密的方式建造到结构中的，它们的平整度在1/1000英寸内。与此同时，在电气工程师看来，这样的容器甚至可以作为能量电容器或电池，它们必须完全是由同一物质制成，以保持磁场中的连续性。如果是的话，那么在埃及博物馆中展示的一个有几个世纪历史的花岗岩石棺，明显是个未完成品或不良品。与金字塔中的那些不同，这个石棺破裂了，因为这个裂缝会中断磁场，让它不能成功的发挥作用，而被遗弃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有明显的证据支持电学用途的可能性。由于这些所谓的石棺太大了，明显不适合人类，普遍认为它们是用于埋葬公牛的。相信这个关于为法老的珍贵公牛准备的牛棺材的理论非常令人怀疑，让人想知道是谁提出了这个牛棺材的理论。1993年，一个神秘且无法进入的房间被发现，它已经隐藏了数千年。它的神秘感让人们提出了更多的猜想，这明显是被建筑工程师故意隐藏起来的。这个房间后来被称为女王大厅，直到2011年才被小型遥控摄像机探索到。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房间内有精心制作的铜线，并且地面上还涂绘了象征性的指令，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接线指示图标。我们知道，从大型发电厂使用的电池到手表中使用的小颗粒电池，它们都需要一种像铜这样的金属来充电电位差。那么金字塔内部拥有一个带有铜线的无窗房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些电线可以在一面墙上产生更高的电压，然后将能量转移至另一面墙上较低的电压，随之将电池能释放到女王大厅的封闭空间中。不幸的是，这些电线现已完全消失。然而，大多数主流的埃及学家声称这个房间并没有任何功能，就像金字塔其他神秘的结构一样，作为陵墓的装饰外没有任何功能。那么，用于建造金字塔的电气材料，这只是个巧合吗？如果不是巧合，那么能量来源又在什么地方呢？这时候就有人推测，
或许金字塔地下的河流和含水层就是能量的来源。经考古证明，数千年前尼罗河是直接穿过击杀金字塔地下的，那么地下水流的动力，这就成为了一个自然的电能来源。不过，这又引发了有关金字塔本身年龄的争论。随着附近狮身人面像的风化，表明这些纪念碑的实际年龄可能是当前所推测的2倍以上。也许这就解释为什么在任何埃及文献中都没有提到金字塔或关于它们建造的记录。如果水是一种能量来源，它会根据毛细作用原理沿石灰岩向上流动。这种原理是当某个物质的一小部分变湿时，水就会被整个物质吸收。就像你拿着一张餐巾纸打湿一小部分，过一会儿整个餐巾纸就会全部湿掉。流经金字塔附近或底部的水可能会在经过石灰岩时被吸收，然后向上流到整个结构的顶部。金字塔的石英和隧道将受到压力或振动，产生压电效应，金字塔内部的材料就会产生电磁能量，并将其向上传导至如今缺失的金字塔顶尖。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金字塔的地理位置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线索，它恰好位于一个能够放大地球上电磁力的位置上。金字塔的底部存在着一个电磁场，这个场随着化学反应会上升到上层。我们还不确定金字塔顶部到底是有什么东西，但有猜测说可能是金子。如果它确实是金子，那么金子可以创造一条导电路径，让能量向上传导到电离层。如果使用了超导材料来创建这座用于能量的纪念碑，那么可能会拥有更令人惊奇的潜力，那就是无线电力。在以前这听起来很不切实际，但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无线充电的雏形。我们知道尼古拉特拉斯的电动引擎、无线电、激光、雷达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科幻世界的大门。他一直秉承着为人类文明发展为目标，但尽管他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不过在当时他的天才思维几乎没有得到认可。在1893年的世界博览会上，特斯拉展示了他创造的特斯拉线圈，并声称自己利用地球的电磁特性已经完善了利用和传输自由无线能源的方法。随后在1897年的9月提交了自己的专利。在这个项目中，有一个发射器可以将数百万伏特的电流传输到大气中的一层稀薄空气中，然后通过特定的接收器在地面可以接收电能，并将电压降低到方便消费者使用的适当电压。在1903年7月的最后一周，特斯拉进行了一次实验。附近居民声称目睹了特斯拉在沃登克利佛塔成功进行了实验，而特斯拉本人并没有在实验现场。尽管他所有的努力都被外界嘲笑，但他还是把新的传导方法分享了出来，让它照亮了夜空，就像一个巨大的荧光灯管一样。甚至还有人说他成功的无线传输了图片和声音，不过这并没有留下证据。不幸的是，特斯拉的技术在他去世后不久就被没收了。他病逝时身无分文，甚至美国政府摧毁了他做实验的塔。对于短距离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了铜线之间的感应，而对于长距离的情况，相同的原理在频率匹配时，声能转化为动能。如果特斯拉的技术取得成功，这个星球上的能源分配将会非常不同。或许在后面我会讲到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把特斯拉的技术与金字塔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包括其位置、高度和电池材料都具有相似性，就像歌剧演唱者能够用声波与玻璃的共振频率匹配时粉碎玻璃一样。如果有一个磁场振荡电流，并且你创建了一个具有相同频率的电流，无线传输可以穿过固体材料，并能够进行长距离传输。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高大的方尖碑可以作为接收器，特别是如果它们的顶部有一块石英石。这也可以解释埃及的某些古代雕刻，其中清晰地显示出光源，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在哈索神庙中，根德拉之光就是这样的一幅图像，它类似于现代的电池技术，显示了一个灯泡状区域内部的电线和一个看似接收器的盒子。这个雕刻的对面也有一个类似的图像，但是这个系统似乎正在落入一个长得像爬虫动物的生物手中，好像在暗示滥用这项技术的潜在危险。主流历史学家嗤之以鼻。相反，有多个雕刻显示出这些看起来像天线的物体，它们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发射器，附近还有另一个物体，形状像著名的生命之符的符号，看起来像是一个接收器。
这些看法让人们更容易相信大金字塔的运作原理和条件与特拉斯试图展示的是相同的。他们导电并引导电磁能量进入电离层，然后又将电力无线传输到接收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金字塔只是目的，但这个理论提出的问题比需要解释的问题还要多。这些问题似乎都指向了一个不同于普通陵墓的功能。另外，建造金字塔所使用的独特材料和结构方式，以及用于传导电力的材料，也引起了人们的疑问。金字塔中那些巨大的花岗岩盒子，也被证明从未放过任何木乃伊，而一些盒子的大小明显超出了人类的尺寸。此外，金字塔的朝向与北极对齐，还有20吨重的旋转门，这些似乎都显示出与普通的陵墓不太相符。为什么在这个结构内的任何地方没有来自火把的烟灰痕迹？为什么隧道会深入地下？等等，这些谜团大大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不过，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样的猜测，即击杀大金字塔的作用可能比我们理解的更为重要。我们知道金字塔周围存在相当于电报时所产生的电磁场分量值。我们也知道，如果从太空看金字塔的话，可以看到它们实际上是8面体，而不是4面体，并且用特殊设备还能观察到一些奇怪的热点。它们拥有独特的电气材料，它们具有强大的磁性结构，还位于地球磁场异常发生的位置上。它们与行星对齐，当地的独特艺术清晰地展示了有限光源的描绘。所有这些都表明，金字塔的真实故事比我们所知道的要更加离奇和震惊。这些情况都显示出金字塔是一个紧凑型的能量发射器和广播系统的可能性非常高，并能够通过无线的方式进行传输电力。这对于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电力认识的理解有着巨大的影响。或许它将重新书写我们所知道的历史。那么，你认为自由能源能够通过无线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传输吗？无论你是否相信，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做，那么我们会知道吗？感谢观看本视频，如果你喜欢，请点赞并订阅本频道，以便及时接收最新影片的通知。最后，喜欢敏感的朋友，别忘点个关注哦。拜拜，拜拜。